2010年 iPhone 4仅支持500万像素的 JPEG 照片和 720P 的 H.264 视频。到了2017年 ，iPhone 7系列增加了照片的 HEIF 格式和视频的 HEVC 格式。而现在，就算抛开分辨率和帧率设置 ，iPhone 16的拍摄规格也已经多达12种。如此多的拍摄规格到底有什么区别？它们的画质和兼容性哪个更好？该怎么选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欢迎收看这期黑枣一记，我是卡尔。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内容是基于 iPhone 16 Pro 系列讲解的，但近几年的机型都可以参考。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 iPhone 的拍摄格式。虽然现在它的拍摄规格繁多，但是苹果似乎也暗示了一个区分逻辑，那就是按照专业模式和非专业模式区分。比如在照片拍摄中，专业模式包含有 Apple Pro RAW 格式以及最高4800万像素的 JPEG 或者 HEIF 格式。当然，这里只有柔和相机可以达到4800万像素。我们可以通过相机设置格式中的 Pro RAW 与分辨率控制这个选项开启，在默认专业格式中挑选具体哪种拍摄规格。对于最高4800万像素的照片拍摄格式，苹果给了个专门的术语 Max。拍摄 Max 格式时，具体使用的是 JPEG 还是 HEIF 格式，是和高效和兼容性最佳这两个选项相关的。在视频拍摄中，专业模式则仅有 Apple ProRes 格式，相关设置同样是在格式选单里。ProRes 编码可以选择 HLG 或者 Log 两种转换曲线标准。如果大家对 Log 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这两期视频。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设置好这些专业类别的格式后，拍摄时也一定要点亮专业格式的图标，不然无法使用专业模式进行拍摄。反之，当我们把这些图标关闭时，也就切换为了设置好的非专业的格式。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非专业模式，这里的专业或者非专业都是在这期视频中方便归类而命名的。非官方定义，拍照方面根据高效和兼容性最佳选项，可以分别拍摄 HEIF 或者 JPEG 格式的照片，最高可以支持融合式相机2400万像素的拍摄，其他倍率1200万像素的拍摄。视频方面，同样是根据高效和兼容性最佳选项分别对应 H.264 和 HEVC 两种编码。除此之外，如果进入录制视频的设置中，可以打开 HDR 的选项，将会强制使用高效的 HEVC 编码。上面提到的就是 iPhone 所有常规模式下录像和拍照的规格。当然，这里并没有再细分拍摄的分辨率和帧率，以及特殊的拍摄模式，比如实况照片和电影效果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视频中只有 ProRes 格式采用了422编码，并且只有 HDR 和 ProRes 采用了10比特的色深。在照片中，仅有 Pro RAW 的格式采用了10比特色深。这里再解释一下 Pro RAW 这个格式。这个格式是苹果在2020年发布的，分装用的是 Adobe 的 DNG 标准，并且这个 RAW 格式和一般相机拍摄的 RAW 格式有很大区别。首先 ，Pro RAW 的数据是解拜尔后的数据，并且与计算摄影进行结合，对图像进行优化增强。此外，加入了独有的 Profile Gain Table Map 数据，这使得第三方程序可以最大程度还原 iPhone 的色调。除此之外，还有 Game Map 和 Semantic Mask 等信息来帮助后期软件充分利用计算摄影的优势。这些都使得我们不能把 Pro RAW 当作传统的 RAW 来看待。Pro RAW 本体数据的编码选择上 ，iPhone 16 Pro 系列又给了3种编码的选择，分别为 JPEG 无损、JPEG XL 无损、JPEG XL 有损压缩3种记录格式。谈到照片格式，不得不提一下 HEIF 格式。这个格式在2014年被定义，而到了2017年 ，iPhone 就用上了该格式，采用 HEVC 编码，使用.HEIC 作为格式后缀。iPhone 的 HEIF 和 JPEG 都采用了8比特的色深和 Display P3 的色彩标准。HEIF 相比 JPEG 大约可以省下20%到60%左右的空间，这个比率根据拍摄内容和分辨率不同，会有上下浮动。像素上，4800万的 JPEG 和 HEIF 占用空间大约会是2400万时的2倍左右，而如果使用的是 Pro RAW， 那么所占用的空间将会大大增加。比如单张4800万像素的 JPEG XL 无损的 Pro RAW 将占用60兆左右的空间。在兼容性方面，较新的主流平台都是支持正常打开 HEIF 的，包括 Windows 和大部分的安卓手机。但是在电脑端一些应用打开或者发布分享时，则并不一定能兼容，需要转换成 JPEG 才能使用。而如果在手机上使用 App 进行内容的发布或者分享的话，是能自动的进行转换的。这包括 Pro RAW 和 HEIF 格式的文件都能直接分享，手机系统会自动进行无感的转换。
至于 ProRAW 的兼容性，如果选用 JPEG 编码的 ProRAW 确实可以在 Win11系统的默认应用直接打开，代价是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其中 ProRAW 的 JPEG XL 有损，画质会比其他两种格式降低一点，但是更加节省空间。而两种 JPEG XL 编码的兼容性则会差很多，需要进入专业软件如 Photoshop 或者在苹果系统才能直接打开。再来说说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画质。ProRAW 的画质毫无疑问是最佳的，10比特色深加上无损编码，使得无论是清晰度还是后期之后的色彩断层表现都要优于其他格式。而 HEIF Max 也就是4800万像素的画质与之相比会稍稍差一些，并且相比较而言进行了更多的锐化处理。紧随其后则是2400万像素的 HEIF 和 JPEG。在正常观看下，两者画质几乎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后期增加曝光，就能看出因为压缩算法的原因，两者会出现不一样的快效应。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JPEG 的观感会更好一些，而至于1200万的画面，无论哪种格式，很明显在解析力上就要差很多了。这边给大家聊一下我会选择的拍摄格式和原因。默认生活中的记录和简单的素材拍摄，我会选择最高2400万像素的 HEIF。首先是这个格式在占用空间和画质上有着非常好的平衡，并且 HEIF 格式目前逐渐成为拍摄中的主流格式，不必太担忧兼容问题。包括不少相机厂商也开始采用 HEIF 格式。而在日常生活中不选择 HEIF Max 的原因有2点，一个是 Max 开启后无法开启实况照片，其次是无法和 ProRAW 格式兼容。如果选用普通的 HEIF 模式拍摄，我随时可以点一下相机的 ProRAW 图标来快速更改格式，而不用进入好几级菜单。这样一来，在需要极致画质的时候，我可以随时开启 ProRAW。至于 ProRAW 具体选用的格式，我会选用最大4800万像素的 JPEG XL 无损压缩。因为我大概率会用专业软件去打开这些图片，就像我用相机在拍 RAW 照片一样，所以不存在兼容性的担忧，并且这个格式也不影响手机上去分享和修改。当然，具体大家适合怎样的格式，因人和目的而异，我个人的选择仅供参考。再来看看视频的编码 ，H.264 在目前属于流通性最好的视频格式之一，几乎不存在兼容性问题。而 HEVC 作为后继者，在编码上更加复杂，兼容性已经非常不错。2015年后，大部分设备和系统都逐渐支持这种格式，属于目前的主流视频格式。目前真正容易出现兼容问题的，并非是 HEVC 格式，而是使用 HLG 曲线的两种 HDR 视频。因为 iPhone 采用的是 Dolby Vision Profile 8.4 标准，其中包含基础层信息和动态元数据 RPU 信息。包括许多 Windows 在内的设备都能进行基础层的解析，但如果没有配备专门的硬件和软件环境，是不支持 RPU 层的解析的。这种情况下，在 Windows 的后期软件中，也只能转换为一般的 HLG 曲线和 Rec 2020色彩标准，这样呈现出来的画面将和在手机上看到的有较大区别。而 MacBook 或者相关的苹果生态对动态元数据都有比较好的支持。ProRes 中的 Log 因为转换曲线的特殊性，属于相对专业的记录格式，通常服务于视频制作流，而不是直接观看，所以哪怕是在 iPhone 系统上，它也没有帮我们去还原任何颜色。在画质方面 ，HEVC 的画面在细节上稍稍好于 H.264，但差距并不明显。而 ProRes 的 Log 画面观感是最好的，并且拥有10比特色深。这里是简单还原颜色后的对比，可以看到 ProRes Log在整体画面上有着更少的锐化处理、更多的细节和更细腻的色彩过渡，包括在极端的光线色偏环境下，经过软件自动白平衡调整后，也有着更好的色彩还原能力。但是比较令我意外的是，同样使用 HEVC 的10比特色深的 HDR 格式，在大幅调整后，锐化感对比普通的 HEVC 画面强很多，这在很多人眼里并不一定是好事。但总的来说，观感的差别是不大的。在非常极限的调整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10比特的画面还是有一些数据优势的。在占用空间方面，这边采用苹果官方给出的参考数据 ，HEVC 对比 H.264在空间占用上并没有太明显的优势，而两种 ProRes 的占用空间都来到了惊人的每分钟6000兆，也就是1分钟 ProRes 等于是拍大约35分钟的 HEVC 视频。幸运的是，很多非原生的相机 App 现在支持使用 HEVC 格式来压缩 Log 视频，比如苹果官方出品的 Final Cut Camera 就支持这个功能。此外，因为用了 HEVC 压缩格式，这使得拍摄 4K 60帧以上的 Log 视频时，也无需再使用外置存储设备，
而原生相机使用 ProRes 格式的 4K 60帧或120帧时，必须使用外置存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HEVC 对比 H.264 空间使用效率更高，但是代价是后期剪辑时对性能的要求会更高一些，特别是不支持 HEVC 硬解码的老设备尤为如此。如果需要使用较老的设备进行视频剪辑的话，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格式的选择。在分享方面，如果使用 iPhone 自带的相册或者 App 进行分享视频，也是会和照片一样进行自动的兼容调整。比如拍摄的 HDR 视频在剪映软件中打开，会自动转化为 SDR 视频，颜色会得到准确的转换。此外，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都可以在分享时选择兼容性设置，来达到传输视频时自动转换的目的。这样 HDR 视频在导出到外置存储设备时，也能得到正确还原的 SDR 颜色。总的来说 ，H.265 因为目前的兼容性并不低，加上更高效的空间使用率，可以成为日常拍摄的首选。在此基础上 ，HDR 是否开启，我认为还是需要因人而异。比如拍摄的视频需要在 Windows 电脑上进行 SDR 标准的剪辑，那么拍摄 HDR 往往会带来很多颜色匹配问题。当然，如果拥有 Dolby Vision 播放环境，比如 Mac 或者 Apple TV 等设备来观看或者剪辑视频，那么选用 HDR 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样可以用到额外的 Dolby Vision 特性来丰富画面的观感。如果是为了极限的画质和足够大的后期空间，那么 ProRes 的 Log 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画质、空间、算力如何取舍 ？SDR 还是 HDR？ 兼容过去还是拥抱未来？这些现在都需要 iPhone 用户自己来决定。如今 iPhone 的拍摄规格甚至复杂到超过了部分相机，在这么多的规格面前，或许会让我们担心选择是否正确。如果那个风景我用了更高的分辨率，是不是更好？如果那个时候我选用了 HDR， 是不是更适合我在 iPad 上观看？也许科技带来了选择的同时，也带来了选择的焦虑。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如果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